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你们二位，就是如今暗河掌权的大家长蘇昌河和蘇家家主蘇沐雨。有趣有趣啊！我知道你们，如今的暗河竟然交给两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与我们此行来此，并无任何關係。在我黃泉當鋪之地，竟敢如此說話，不愧為當年的魁呀！所謂魁，人中之魁。我們是同路人。閣下便是黃泉的主人。哎，這話可不敢亂說呀。我呀，不過就是一個算賬的，當不起黃泉主人這4個字。你們要看東西就看東西，可別害我呀！不敢，掌櫃的言重了。那便別廢話了，你就直接帶我們去看一看這暗河的寶藏。那間院子，可很久都沒有人進去過了。隨我來吧。便是這裡，我們黃泉當鋪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寶庫存放於此，此處就是你們暗河的寶庫。哎，我問一下，
若没有这把鑰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開院門的時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門陣法都會同時撤去。來，收好這把鑰匙。接下來你就會知道，這鑰匙有多麼的珍貴。好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來點粗俗的。這得接多少殺人的單子，才能攢這麼多錢？这一屋子的金磚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麼多金磚啊！原來如此，暗河將所有的財富都藏於此處了。若以為僅僅只是財富，蘇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輩們了。跟我來。莫急莫急，屋中無人。無人而有劍氣。這劍來自劍心冢，跟我來。劍心冢、名劍山莊，以及已經覆滅的無劍城，這裡面的名劍大多出自於這3個地方。你再看那鎧甲、長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魯家這樣的名門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間以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實你們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樣的。這間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磚要值錢。若以金錢的價值來評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磚，但是這裡的兵器多是有錢也買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樣都值得江湖人搶破腦袋呀！我說王掌櫃，你說話這麼得意做什麼？這些不都是我們的東西嗎？哦，習慣了，習慣了。咱們再看看後邊吧。接下來的可要小心嘍。
曾與雷門雷千庭一起參與了對抗葉鼎志的圍殺之戰，這些名字我都曾聽他提起過，都是雷門中最厲害的火藥。沒想到暗河之中，居然藏有雷門的這些事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門之中天字級的火药，這間屋子全都裝滿了，所以打開這道門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四面牆，連同這大門，都是以6合精鐵所鑄，不然的話，裡面的火藥同時引爆，整個黄泉當鋪都將會被夷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門也得小心，因為一不小心，我們3個就交代在這裡了。那間屋子裡藏滿了各種奇毒，裡頭還有一條是棉蛇王，同時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養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輕而易舉的被放倒。若我沒猜錯的話，剩下一道門中，應該還藏有各類暗器。你很聰明。若將這些帶回暗河，暗河隨時便是一支軍隊，一支全天下最強的軍隊，所向披靡，神擋殺神。佛擋殺佛。唉，難怪這柄劍能攪動這麼大的風雨。可這裡是當鋪，不是錢莊。聰明。很多人見到這一屋子的財寶，怕是心底裡早就盪開了花，誰還會在意那些個細節？既是當鋪，那我們必須要付出一些代價，才能得到這些東西。我們的代價是什麼？沒有任何代價，起碼對我黃泉當鋪來說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這些東西的代價，其實你們早就開始償還了。你們這些年殺的人、做的事，便是你們能夠擁有這些東西的代價。畢竟，你們當中有一半的任務，都是從我們這兒給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當鋪之中，我們是不會隨便動手的。當年提魂殿見到你們2人，我便說應該把你們都殺了。哼，可我也說過，正是因為他們危險，才有將他們留下來的意義。而從最後的結果來看，或許當初殺死他們，才是最好的選擇。等你們許久了，今日見到了暗河的寶藏，又見到了你們，可謂是沒有白來。研磨者，退！这樣的功力，並非一朝一夕就能練出來。你早就偷學了。那你們趕緊下達誅殺我的手書，看看還有誰能聽從你們的命令。黃泉當鋪之地，也不是讓你們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們今日前來，也不是為了打架的。王掌櫃，你怕是有些話還沒有同他們2人說完吧？這不是正說到一半的時候你們來了嗎？大家長，我還未說完的是，你們手中的鑰匙只是能打開這間院子罷了，但是要拿走這裡的東西，還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麼信物？
這個，正是这个。钥匙可以打開這間院子，而這個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東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難怪提魂殿三關始終能夠凌駕於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你在想，趁着黃泉當鋪來不及反應，就將我們給殺了，然後奪走這塊腰牌，亦或是把我們跟王掌櫃都殺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動手，我黃泉當鋪的火器和機關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輕輕一下，你們暗河的那些寶藏馬上就會灰飛煙滅，付諸東流。諸位，還請你們仔細斟酌。難不成三關已經認可我和蘇沐雨來執掌暗河了？你覺得如何？你們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麼？我們並不認可提魂殿，也不會再認可三關的存在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會再有你們。唉，看來是我們自作多情了。不過你們是不是把事情想得也太簡單了？這是一份要求。哼，莫不成三關中有人要成婚？這是邀請我們去赴宴？你們說想要一個答案，想要建立一個新的暗河，那麼帖子中的那個人，二位需要見一下。我們要建立什麼？和其他人無關。哼，天真。只要天啟城中的那位願意，一個念頭，就能將這所有的寶藏全都摧毀。想必你們也很需要這些東西吧？你說的那人是誰？所見之人的先祖，在100年之前創立了暗河。至於剩下的，等你們到天啟城之後，自然便會知道答案。你就收起你的研魔掌吧，在黃泉當鋪殺人，也只有你這樣的瘋子才想得出。你當時講的沒錯。無需我們主動出擊，他們會自動找上門。那便順他們的意，在天啟城中相見吧。我們現在就回暗河，召集3家家主，帶着滿門精銳殺去天啟吧。談判？誰和他們談判？真是可笑。這是一場博弈，若直接落下所有棋子，便會陷入被動。也是啊，他們讓我們去我們就去，未免也太小看我們暗河。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，似乎我們應約了，又似乎沒有。是，所以，我一個人去。你以孤子入局，而我會其後趕到，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。你回到暗河，我會將我在天啟城中探得的虛實告知於你，須做一個萬全之策。跨過暗河便是彼岸，這應當便是阻礙我們的最後一條河。只來了一個人。是。一人一劍，已在途中。
天啟城。弟弟，我想要那个。哎呀，不能吃了。给我买嘛。不能买。给我买。你听话。我想吃那个。吃多了牙痛了。对呀，我就要。给我买嘛。不行。坏爹爹，臭爹爹，爹爹给我买嘛。不可以。爹爹给我买。好好好，给你买，给你买。爹爹，这天启城好热闹，比我们无间城都热闹得多。天启城乃天下4城之首，极尽世间之繁华，自然是我们那里不能比的。那我们今天都要去哪儿玩啊？东面有一处钦天剑，里面的天师可手摘星辰，问道吉凶。爹爹带你去求一把可驱邪祟的桃木剑。西面有一处学宫，里面住着天下第一，爹爹带你去拜访一下，或许以后有机会拜入门下。天下第一？爹爹，你不是剑道第一吗？凡事之天，爹爹伸手可触，但是学堂之内，才是天上之天。好爹爹，好爹爹，爹爹真好，爹爹真好。宗主，苏沐雨从碉楼小筑离开后，又去了千金台学堂，不过他没有进入学堂，眼下正在往青天剑走去。不用再等了，找到他，让他来影宗见我。是。暗河的鬼也敢来此处造次。请走，请进，还是还请国师明示。看来国师并不欢迎我。哟，请问贵客有什么需要？要间上房，再来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好嘞，楼上请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已经很晚了。终于来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哼，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
你只来了1日，可整个天启城的重要人物都知道你来了。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所以今夜任何人来寻我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不过是想要知道我来天启城的目的，前来探寻的一员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若现身，我们是第一个要来寻你的人。因为天启城的暗处，由我们来守护。听闻暗河苏家主剑法举世无双，我练的也算是剑，想試一試蘇家主的本事。我的剑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試，至少你得在我的面前握住自己的剑。这便是传说中执三鬼的厉害，终于见到了。天启城影宗第1護衛團，鷹眼，站在暗河背後的是影宗。我是鷹眼首領烏鴉，奉宗主之命前來見你。我已經在外面等了許久，有很多人經過了這裡，但都沒有上來。看來暗河執三鬼之名，仍對他們有幾分震懾。不過影宗前來尋我，也似乎合情合理。畢竟你們護衛的是黑夜中的天啟。方才你說奉宗主之命，影宗宗主義母。宗主的大名，不敢直呼。洛清陽的師傅，我知道的。洛師兄之名在我們影宗已經是一個境界了。接下來，今夜便到這裡吧。你何意啊？今夜我想知道的，僅僅是你們的身份。至於其他的，明日再說。影宗，看來需要欠個人情了。這已經是13批伏擊之人了，有人想拖延我們入天啟的時間。是暗河，我收到傳信，蘇沐雨已經一人先行入了天啟，他應該是趁着我們還未至，另有所圖。哼，我早就說過，不要太小瞧暗河。蘇昌河和蘇沐雨，我可是對戰過的，那可是2個了不起的年輕人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倒是希望他們2個才是我們的同伴。水官，此言何意啊？天啟城的影宗已經沒落了，而如今的暗河充滿着希望，不是嗎？愚蠢！暗河不過是被別人握在手中的劍罷了。行了，速速趕路，今後這樣大逆不道的話，切莫亂說。他們不想做執三鬼和送葬師，只想做蘇昌河和蘇沐雨。其實我也一樣，我想做的只是蘇恨水，不是水官。誰傳來的信啊？麗麗蘇沐玉，
喊我去办件事。哦。不是说第2日来，我等你多日了。第2日是你们定的，我们想哪一日来，便哪一日来。3日之后，宗主请你赴宴，悄悄的来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大家长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？这一次是要取那黄泉当铺中的事物？带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摆渡之人。公子又来了。红英，你每日在此摆渡，黄泉当铺给你多少银子？想不到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。奴家在这里替人摆渡，不收银子，只等一个有缘人。那我旁边这位，可否做你的有缘人？大家长，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公子可知，奴家所说的有缘是何意呢？你叫红英，红姓在这世上很少见，可是你的姓氏？奴家没有姓氏。今日之後你便有了，你姓穆，他是穆家家主，便是我說的有緣。暗河大家長，要搶我黃泉當鋪的人，那間屋裡的東西自己挑選足夠的籌碼取走，但紅英歸我了。他們給你的令牌是假的，真的還在眼中。那邊先欠着，等我取回真的令牌，你再去取籌碼。一言為定。姑娘，從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穆家之人了。原来英宗的嫡音是琅琊王小若鳳，他早期的天啟寺守護和雷衛寺奪走了英宗的權力，所以當時英宗給三官下了命令，讓大家長親自出手對付唐娥老爺，也是為了引唐靈月離開天啟城，再借我們之手除去唐靈月，替他們抹去一個禁地。天啟城的這趟渾水，比我想象中更麻煩。你的身份，這樣日日從那裡撕離，難道就不怕被琅琊王他們發現嗎？許多人都知道，我不甘心留在荒陵。若是我每天都老老實實的待在那兒守墓，怕是他們才最是擔心吧。話說回來，宗主，那投名狀近來如何了？你就讓大皇子殿下等着瞧吧，我會利用好暗河這把刀，來幫我們殺掉我們共同的敵人。好，宗主有這份自信是好事兒。何日與那紙伞鬼相見呢？3日之後，他便前來赴宴。那現在來的這道劍氣又是屬於誰的？劍氣強絕，殺氣卻是暗藏，一柄兇悍至極，一不留神便會反噬己身的劍。
梦雨，你大胆！你便是苏沐雨，很好。我约你3日后来见，你今日便来，为何呀？此行来此，不是尹宗找我们暗河，而是暗河来找尹宗。你想3日后见，而我想今日便见。你与传说当中的苏沐雨不太一样。传说中的我是如何呢？传说中的苏沐雨，比起一个杀手来，更像是一个剑客，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。可是你一来，便要拔剑，一開口，便要反客為主。如今暗河已無殺手，我身為蘇家家主，自當需要強硬些。不過此處還是一宗主的府邸，我仍是客，不請自來，的確有些冒昧。若主家不歡迎，我也可離去。原本3日後，蘇家主能吃得上齋月樓的見天宴，可惜了。既然你已經來了，總得有待客之道。烏鴉在，通知廚房多備幾個菜，我要與蘇家主談事。多謝。來，蘇公子，請。蘇公子一定還在困惑，暗河和尹宗原本並沒有什麼聯繫，可是如今卻忽然之間好像有了千絲萬縷的關係。暗河的任務都是提魂殿下派的，我們一直認為是江湖上有人出了高價，找提魂殿下了殺人的單，卻沒想到是尹宗下派的。要說起這段往事來，就要追溯到北離開國的時候了。這可是一段漫長的歷史啊！可如今執掌暗河的蘇昌河，以及我，和幾百年前的隱衛團沒有任何關係。我知道，你們是無名者，身上流的並不是暗河的血。你錯了，如今的我們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我們要選擇自己的路。還是太年輕了，看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。比如說萬卷樓。萬卷樓，沒錯，就是萬卷樓。暗河幾百年來都歸屬於尹宗，常人無法尋到的暗河的宗門地址，暗河遍布於天下的各大諸朝基地，還有你們的真實身份，你們每個人的武功和弱點，以及畫像，都藏於尹宗之內。一旦你們叛離，那這些信息便會出現在江湖之上，身上沾滿鮮血的殺手們，放眼望去，這個江湖上全是你們的仇家。到那個時候，你們都將成為被追殺的對象。我知道，你們一定會以為，如今的尹宗空占着一個國丈爺的名號，在這天啟城之中，早沒了當年的威風，連暗河都不如，又有什麼資格做暗河的主人呢？可是，只要我願意，我便能毀了暗河。你們想重新建立一個暗河，想要從頭開始，可是年輕人有志向是好的，可
是有的时候，也应该停下来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。你们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年轻人，能够反抗影宗110年来的控制吗？说出你的条件。让你们来天启城，是需要你们帮我杀人。谁？琅琊王萧如风。暗河是替萧氏皇族扫平江湖的影子，而影宗，则是暗中护卫天啟城的影子。那麼天啟城中的事，應與暗河無關。琅琊王身為萧氏皇族，刺殺他，違背二者所護衛的理念。這個任務不是影宗應當做的，而是宗主的私心。既是私心，那便需要交換籌碼。你想要什麼籌碼？你方才說的那些，都要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，暗河和影宗從此以後無關。看來今天我們只能談到這兒。無涯，送客。宗主比我更清楚，你要我們做的是一件什麼樣的事。琅琊王是北離軍務第一人，朝堂之上，皇帝倒讓他3分；江湖之上，他是雪月城城主百里東軍的師兄。殺了他，得罪整個天下。我不覺得你能夠和我談條件。如果關於暗河的消息散布於江湖之上，那麼無路可歸的我們，會將天啟城作為我們的第一站。或許天下人容不下我們，但我們會讓影宗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。
我。